原著不可替代，解读仅是前菜。大家好，欢迎收看与书谈。今天我们对谈的书是曹雪明老师的《分手心理学》。分手之后，我们心里翻来覆去，可能就一个问题，是不是不爱了？但这本书他问了个扎心的问题，关键不只是爱不爱，而是我和你这两个人本身出了状况。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因为他把焦点从那个有点虚无缥缈的爱拉回到了非常具体的我们每个人自身上面。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本书，想深入聊聊怎么把分手的这种大家都知道的撕心裂肺的痛苦，转化成一个自我重建的机会。重点可能不是怎么挽回，而是怎么找回自己，甚至重塑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个，他认为分手带来的最大冲击，可能还不是失去爱本身，而是我们用来认识自己的那面镜子，也就是那段关系，它碎掉了。在一段亲密关系里，对方的反应、评价，你们的互动模式，其实都在不断地告诉你你是谁。比如说，对方觉得你挺幽默的，你可能就真的觉得自己挺幽默的；对方依赖你，你可能就觉得自己是强大的，能被依靠的。就是我们的自我认知，很大一部分是在关系中被映照和确认的。所以关系突然没了，这面镜子啪一下碎了，我们看到的自己可能就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完全模糊了。很多人会说，分手后感觉自己不是自己了，或者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是这个原因，自我认知它动荡了。这个阶段确实是非常难熬，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自己也散架了。但作者说，这反而是个机会，这怎么理解？关键在于经历本身不必然带来成长。比如说你失恋了，天天以泪洗面，或者疯狂购物，或者就是沉浸在痛苦里，这不叫成长。成长来自于你对这个经历的反思和理解，就是说痛苦提供了一个信号，一个契机，让你停下来，去看看这段关系里发生了什么，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的哪些部分在这段关系里得到了滋养，哪些部分又被压抑了。所以不是要否认痛苦，而是要利用这个痛苦期去做一些功课。对，去做一些深度的自我探索。这本书就是提供了一套工具和视角，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过程，有意识的去重建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自我，这才是通往未来幸福的关键，而不是就是急着再去找下一面镜子。那我们先从最难的部分入手吧，就是分手后那些排山倒海的情绪，比如说强烈的愤怒，甚至是一些自我伤害的想法或者行为。这个书里是怎么分析的？愤怒和自伤其实都是痛苦的一种表达方式，虽然可能看起来是破坏性的。书里分析说，比如自伤，它背后可能隐藏着几种心理：一是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巨大痛苦，只能用身体的痛来替代或者表达出来；二是在感觉彻底失控的时候，通过伤害自己，好像起码还能控制点什么，哪怕是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掌控感；三是愤怒的内化，就是说你可能对对方或者对命运或者对整个事情感到非常愤怒，但你不敢或者不能向外表达，最后就转向了攻击自己。那愤怒呢？就是那种凭什么这么对我的愤怒。愤怒，特别是感觉受到不公平对待时的愤怒，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信号，它在告诉你，我的边界被侵犯了，我的利益受损了，这不对劲儿。这种能量本身是中性的，甚至是有力量的。那面对这些这么强烈的情绪，肯定不能硬压着。但如果像有些人那样到处发泄，攻击别人或者攻击自己，那也不行。书里好像提到了空椅子疗法和日记疗法，这是怎么操作的？这两种方法是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容器，让情绪能够被看见、被表达，而不是被压抑或者失控的爆发。空椅子疗法简单说，就是你放一把空椅子在面前，想象那个让你伤心的人，通常是前任，然后你就对着椅子说你想说的话，把你所有的委屈、愤怒、不解、失望都说出来，甚至可以站起来扮演对方，替对方回应一下。这个过程的关键是表达，把卡在心里的东西说出来。它的作用在于完成。很多时候我们卡住，是因为有些话没说，有些情绪没表达，事情好像就没结束。空椅子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仪式，让你把这个未完成的对话走完。
日记疗法相对更冷静一点，但不是简单的写流水账或者抱怨，而是尝试着去记录你的情绪，描述它，给它命名。比如，我现在感到非常愤怒，像火山一样快要爆发了，我的身体感觉。这样客观的记录和观察，能帮你跟情绪拉开一点距离，而不是完全被它淹没。那您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让人过度沉溺在负面情绪里？比如我天天对着空椅子骂，或者日记里全是负能量，会不会越陷越深？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度和目的。这些方法的目的不是无休止的宣泄，而是为了理解和整合。表达是为了看见，看见是为了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愤怒，我的哪些需求没有被满足，我的哪些期待落空了。当你开始理解这些，情绪就不再是一团模糊的具有毁灭性的东西，而变成了可以分析和处理的信息。日记也是，写了一段时间后，你可以回头看看，也许会发现一些模式，比如总是在某个特定情境下感到特别受伤，利用愤怒的力量，是说认识到我不应该被这样对待，然后把这份力量用到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未来上，而不是一直停留在抱怨过去。把力量导向重建而不是破坏，这个很重要。除了愤怒，还有一个特别难缠的情绪，就是羞耻感，感觉自己是被剩下的、被抛弃的，好像自己就是不够好。这个书里是怎么说的？分手后的羞耻感，原因其实挺复杂的。一方面可能源于我们文化里对关系失败的污名化，好像分手就意味着你这个人不行。另一方面，它也跟你个人的自尊水平还有过去的经历有关。如果你本身自尊就比较低，或者有过被否定、被抛弃的创伤，那分手就很容易激活这种深层的羞耻感，觉得果然我就是不值得被爱的。那怎么办呢？书里说提高自尊，但不是简单的让自己变好。书里的观点是，自尊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主观感受和自我评价系统。你客观上是否变好了，跟你主观上感觉自己好不好，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比如说，有些人已经很成功了，但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还是很自卑。有些人可能物质条件一般，但他自我接纳度很高，活得很舒展。所以关键是改变那个内在的评价标准和声音。书里建议，首先要识别那些不断给你灌输羞耻感的信息来源，可能是某些人，也可能是社交媒体上的比较，有意识的拉开距离。同时，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来调整内在的自我对话，比如书里提到的奇迹提问法。它的问法大概是这样：想象一下，今晚你睡着了，发生了一个奇迹，所有让你感到羞耻、自卑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因为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奇迹发生了。那么明天早上你醒来，你会做的第一件，哪怕是很小的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这件小事会让你稍微感觉到好像有点不一样了。这个问题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不要求你马上变得自信，而是引导你去找到那个改变的最小启动点。那个答案，比如我会认真的给自己做顿早餐，或者我会抬起头走路，往往就是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的，能带来积极反馈的小行动。通过这些小行动的积累，内在的感受就会慢慢变化。除了愤怒和羞耻，还有悔恨。怨恨对方，悔恨自己。书里针对这个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区分行为本身和行为的结果，并且尝试去理解行为发生的背景。理解背景，这是不是说要原谅对方？很多人可能觉得，凭什么原谅？理解不等于原谅，更不等于认同那个行为是对的。理解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放过自己。对，很多时候伤害的发生，它背后有非常复杂的个人原因、关系互动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偶然因素。它可能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对方处心积虑专门针对你的恶意。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可以帮助我们稍微跳出我是受害者，他是加害者的简单二元对立，不是为了给对方开脱，而是为了让你自己不那么执着于去改变一个已经发生的过去，因为你改变不了。我们常常悔恨当时的行为，比如我当初不该说那句话，但过去的行为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那个行为造成的结果，比如你对亲密关系的看法，你当下的情绪感受，这些结果是你现在仍然有能力去影响和改变的。把焦点从无法改变的过去转移到可以掌控的现在和未来，这样悔恨的无力感
就能转化成一种主动去改善线上的动力。这样想，感觉心里能松快一点。好，我们处理了这些让人非常难受的情绪，那接下来书里提供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视角，就是从心理需求出发，去重新看待关系为什么会结束。这也可以说是这本书提供的一个分析关系问题的底层逻辑。他建议我们抽越那个表面的爱或不爱的标签儿，去看看更深层的东西。每个人在关系里都有一些核心的心理需求，比如被看见、被理解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归属感的需求，被欣赏、被肯定的需求等等。一段关系能不能健康地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核心需求能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得到满足。那分手从这个角度看，就不是简单的不爱了，而是可能至少有一方或者双方的某些核心需求长期没有得到满足，或者在关系中受到了持续的挫败。那这个需求满足的过程，书里好像还拆解了几个环节。对，这个分析特别有意思。他说，一个需求要得到满足，通常要经历4个环节。首先，你自己得产生这个需求，并且认识到它。第二步，你要能把这个需求有效地表达出来，不但指望对方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第三步是对方得能够准确地识别你的需求，他得听懂你表达的是什么，或者观察到你的需要。这也有难度，可能我说要苹果，他以为我要梨。是的，存在误判的可能。最后一步，第4步，是他识别了之后，还得愿意并且能够回应你的需求。愿意并且能够，这个也关键。他可能懂了，但不愿意给，或者他想给，但他自己没有。对，你看，从需求产生、表达、识别到回应，这4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需求满足的链条就断了。长期这样，关系自然就容易出问题。以前可能就觉得他就是不关心我，但现在看，可能是卡在了表达或者识别或者回应能力上。用这个视角去看分手，很多时候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自责。可能不是你不够好，也不是对方故意要伤害你，而是你们之间满足彼此需求的机制、互动模式，它运转不良。理解了这一点，确实能更客观地看待关系的结束。那我们知道了原因，理解了情绪，下一步就是行动了。尤其是在情绪还很低落，就是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怎么动起来？书里那个坦白、舍弃、启动3原则听起来很实用。这3个原则是帮助人在低迷期维持基本运转的策略。坦白就是承认自己现在状态不好，对自己坦诚，也可能需要对信任的人坦诚，寻求支持，不要硬撑。舍弃就是暂时放弃那些不重要或者超出你目前能力范围的目标，别想着一下子就要恢复到最佳状态，先保住核心的运转再说。比如工作上先完成最重要的，家里乱一点就乱一点。很多人情绪低落时最大的障碍就是启动困难，感觉做什么都没力气，或者觉得任务太庞大。最小启动就是把你想做的那个大任务分解成一个极其微小的，几乎不需要意志力就能完成的第一步。比如你想恢复运动，但想到要健身房就头大，最小启动可能就是先找出你的运动鞋放在门口，或者就穿上运动服在客厅里走2分钟。再比如你要写一份报告，感觉无从下手，最小启动可能就是打开电脑新建一个文档，把文名打上。关键在于打破那个静止不动的状态，先让轮子转起来。这个微小的行动本身就能给你带来一点点我还是能做点事儿的掌控感和成就感，就可能带动下一步。他利用了行为心理学的一些原理，就是行动可以反过来影响情绪和认知，先动起来，感觉可能就会慢慢跟上。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偷偷做过，但又不太好意思承认的事儿，就是分手后还是忍不住去关注前任的动态，刷他的朋友圈，看他的微博，各种打探。书里对这个怎么看？其实非常普遍，也非常可以理解。书里分析了他背后可能的心理动因，一是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想看看对方是不是也还在怀念，或者是不是过得不好，来寻求一点安慰；二是通过比较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比如看他离开我之后过得也不怎么样，或者反过来他过得那么好，是不是说明我确实不好？
30，一种惯性，过去你们是彼此生活的一部分，突然断开了那种关注的习惯，还有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焦虑，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来获得一种信息上的掌控感。理解了背后的原因，感觉这个行为就不那么不可理解了。长期这样肯定是不利于走出来的。但书里提供的策略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要求你不准看，因为强制禁止往往会引发更强的欲望，就是所谓的禁果效应。它提供了一些有点反向或者说利用人性的策略，比如一个是主动要求自己去看，而且要看足够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必须专门坐下来看前任的所有动态，不能干别的。利用心理上的厌恶疗法或者说饱和效应，当你被迫过量的去做一件原本有点偷偷摸摸的事情时，它的吸引力反而可能会下降，甚至让你感到厌烦。另外一个策略是增加这个行为的麻烦度，比如把它从你的快捷联系人里删掉，取消特别关注，卸载掉你主要用来窥探的那个 APP， 让人性中那个怕麻烦的天性来帮你。每次你想看的时候，都得多花好几个步骤，你可能想看的冲动就在麻烦面前退缩了。这些策略的核心都是不去硬性对抗那个冲动，而是更智慧的去疏导或者化解它。总结来说，他告诉我们，分手固然痛苦，但它更像是一个邀请函，关键在于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利用这个过程，去好好看看自己的情绪是怎么回事儿，去弄明白自己内心深处到底需要什么。最终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更独立、更完整的自我。正是如此，这本书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自我重建不是为了让前任后悔，也不是为了更快地找到下一个，而是为了你自己，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更了解自己、内心更稳定、更能为自己幸福负责的个体。因为只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个体，才能在未来与另一个同样独立完整的个体建立起真正健康、成熟并且幸福的亲密关系。这才是长远来看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今天的探讨就先到这里，最后也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问题：当你回顾你过去的，或者审视你当下的关系时，你能不能试着清晰地辨认一下你自己最核心的那些心理需求到底是什么呢？这些需求在关系当中是被看见、被满足了，还是其实常常被忽视或者被误解了？